这一讲我们继续留在景帝后元年。虽然上半年又是改元又是大赦，但下半年又是地震又是日食，似乎老天爷特意不给汉景帝面子。看《资治通鉴》的记事次序，先是7月丙午日丞相刘舍免职，然后是乙巳日发生日食。我们当然会认为这两件事是前后发生的，前后发生确实没错，只不过乙巳日是丙午日的前一天，先发生的日食，第二天才是刘舍免职。时间线一看清楚，自然就怀疑两件事是不是存在因果关系。刘舍身为丞相，是不是当了汉景帝的替罪羊，以免职向天下人宣告，对不起各位了，争执有失误都是我的责任，老天爷已经发出日食警告了，我认错，我接受，我下台。事情很可能是这样的，只不过史料并没有给出明确记载。刘舍这位丞相在职也好，免职也罢，反正只是个过场人物，在历史舞台上并没有他的多少戏份。前面讲过，前任丞相周亚夫接连在重大议题上和汉景帝拧着，不但拧着，还特别固执，又要摆贵族范，这才被免了职，由原任御史大夫的刘舍接替。刘舍升任丞相，御史大夫的缺就由魏绾补上了。这就意味着汉景帝已经相中了既老实低调又没什么追求的魏绾，等刘舍一下台，丞相一职就该轮到魏绾了。果然到年8月魏绾升任丞相。在史记的记载里，魏绾的升迁并没有那么顺利。窦太后中意的是自己的本家魏齐侯窦婴，当时论功勋、论威望、论能力，除了周亚夫就是窦婴了。所以窦太后有这个提议，也不能算是任人唯亲。汉景帝对窦婴的评价不高，原话是沾沾自喜耳，多义，乃成语沾沾自喜就是这么来的。这是形容窦婴为人太轻浮了，不是做丞相的材料。多义是形容一个人不管做什么事，事前都自信满满，把事情看得很容易。窦太后喜欢黄老之学，多义这个词刚好就是老子里边的话，原话是多易必多难，意思是说越是把事情看得容易，遇到的困难就会越多，事情呢就越是难以办成。不过汉景帝之所以筛掉窦婴，很重要的原因很可能是窦婴和周亚夫一样，用起来太不顺手，先前还因为废黜太子刘荣的事情闹过很大的不愉快。而且这个时候的汉景帝已经有意识的在为现任太子刘彻铺设未来之路了。窦婴是当初极力反对改立太子的人，天然就和刘彻有芥蒂。而魏绾不但为人老成持重，刚好和窦婴相反，还做过刘彻的太傅，对刘彻有熟悉有感情，那还有谁比魏绾更合适呢？就这样，魏绾升任丞相，空出来的御史大夫的缺由原任内卫的直部议填补。这位直部议也是个重要人物，《资治通鉴》介绍过他的出身，材料来自《史记》慢食章书列传。直部议原先在汉文帝身边做郎官，有一次他的室友请假回家，误把另外一位室友的黄金带走了，失主怀疑到直部议头上，直部议该怎么做呢？那这是一桩小事。那这样一桩小事之所以能在史书里边留下一笔，实在是因为直部议的反应太异乎常人了，也许可以被当成人生范本吧，让哪些不走运陷入同样误会当中的人可以有个参考。假设一下，如果误会砸到了直部议头上，他会怎么做？直部议被误会是贼，不但是贼，还是个吃窝边草的贼。他的反应是，好吧，说我是贼，我就是吧，那就好好道个歉，自掏腰包赔给失主也就是了。如果事情就这样结束的话，直部议头上的贼名就永远洗不清了。如果他依然有机会名留青史的话，也许会变成一个改恶从善的榜样。当然，事情还有后半段，那个请假的室友回来了，发现自己拿错了黄金，赶紧还回来。如此一来，失主这才知道先前错怪了直部议，真是无地自容啊。那因为这件事，直部议赢得了长者的名声。后来直部议升任太中大夫，那这已经是很高的品级了。有人传了他的流言蜚语，说他虽然是个美男子，但品行呢不断，和嫂子有奸情。直部议听说之后，
只是淡淡说了一句自己没有哥哥，但也并不积极辩解。资治通鉴不曾交代的是，平定七国之乱的时候，直不以立过军功，受封赛侯。他是老子思想的终身践行者，不管到哪儿做官，处理方式是一切照旧，刻意的不显山不露水。这样一看，政府里的一把手是魏婉，二把手是直不义，而周亚夫、窦婴那样的人都被边缘化了。汉景帝的风格和意图已经表现得不能更明显了。汉景帝既然对局面有了相当强劲的掌控力，按说并不需要对周亚夫、窦婴这些人赶尽杀绝。窦婴呢倒还识趣，但周亚夫依旧那么有性格。某一次汉景帝在宫中召见周亚夫，还招待他吃饭，但菜品很奇怪，只有一大块肉，原文叫打字，那这块肉既没有切碎，也没有放筷子。周亚夫那很不满，向负责宴席的人索要筷子。汉景帝看着周亚夫，笑着说道：“您是不是觉得不满足呀？”显然话里有话，暗藏杀机。周亚夫赶紧免官谢罪。景帝站起身，周亚夫于是走着恭恭敬敬的小碎步离开了。景帝目送着周亚夫离去，说出一句饱含深意的话：这种心怀不满的人不适合做小皇帝的臣子啊。那么问题来了，汉景帝在餐桌上难为周亚夫，到底是存心试探呢，还是手下的人一时疏忽呢？又或者只是周亚夫作怪呢？答案已经无从知晓了，这三种情况都有可能。以当时的饮食习惯，讲究的场合都要用筷子，但并不完全排除用手抓这个选项。退一步说，这是皇帝赐宴，给什么就吃什么，再不方便，再不合口味，也只有忍着。如果提要求，那就不是君臣之道了。周亚夫如果判断出这是办事人员的偶然失误，那么就该装作察觉不到；而如果判断出皇帝这是在故意敲打自己，那就乖乖配合一下，事后呢夹起尾巴做人，要保全性命，总还不成问题。但周亚夫不是这种人，就算免官谢罪了，但心里那份不满并不会小心隐藏起来，甚至故意不加隐藏，就是要给汉景帝看看自己口服心不服的样子。这就使汉景帝不得不担忧，等自己驾崩了，太子年纪还小，估计驾驭不住周亚夫这头猛虎啊。汉景帝会有这样的想法，应该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已经充分意识到自己身体不行了，撑不了几年了。这一年汉景帝虽然还只有40几岁，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正值当打之年，但他的健康状况应该很糟糕，再有2年就是他驾崩的时候了。历史上有一件事和周亚夫吃肉齐名，那就是曹操派人给养兵当中的荀彧送了一份饭菜，荀彧打开包装盒，盒子里边竟然是空的，荀彧当即就懂了，服毒自杀。陆游的诗句大字似亚夫，空气愧荀彧，就是把这2件事相提并论，做成了一组对仗。周亚夫还没有意识到杀机已现，这个时候儿子正在为他筹备丧葬用品，从宫廷用品管理部门偷偷购置了500套铠甲和盾牌，准备做陪葬品用。搬运这些物品是一件很辛苦的事，但周公子既然扣着搬运费不给，搬运工不干了，知道雇主让自己搬运的是违禁品，一怒之下就报了官。这些违禁品的属性，史料原文称为县官器，也就是皇家专用品。这里的县官指的不是县令，而是皇家。在皇帝制度出现之前，最高统治者称王。当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统一各种称谓，把王氏、公氏改成县官，汉朝呢沿用下来。所以我们看历代诗词文章提到县官的时候，就得多留一个心眼。现在我们看到在社会底层出卖体力为生的搬运工检举调侯周亚夫之子违禁购买皇家用品，两者是在地位悬殊，按说呢搬运工大概率上应该碰你一鼻子灰才对，甚至会被打击报复，但他竟然成功了，不但成功，而且超水平成功。在搬运工看来，这应该充分体现出皇帝的圣明吧，但真实原因是他只不过适逢其会，汉景帝正要收拾周亚夫呢。
办案人员接到皇帝的指令，找周亚夫核实情况，但周亚夫拒不作答。汉景帝火呀往上撞，将周亚夫交给廷尉审讯。但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周亚夫之所以拒不作答，这是大臣和贵族应有的体统。前面讲过，贾谊在题为《阶级》的那篇文章里详细剖析的就是这个问题。不过周亚夫假如真的学透了贾谊的文章，真诚采取贵族式的价值观的话，那么拒不作答只是做对了一半，另一半应该是主动谢罪，然后有关辞官，无关辞爵。如果办案人员还要咬住不放的话，周亚夫唯一的正确方案就是自杀，给自己保全颜面，给朝廷保全体统。而周亚夫现在这样，既不申辩，也不谢罪，更不自杀，可就把汉景帝放在一个骑虎难下的位置了。周亚夫呢，原是要自杀的，却被夫人拦住了，结果落得了被廷尉羞辱的处境，悔不当初。廷尉大人看懂了皇帝的心思，生生给周亚夫扣上了谋反的罪名，这是灭门大罪。周亚夫必须申辩一下了，说自己买的明明是陪葬用品，并不是真正的武器，怎么就造反了呢？办案人员的回答传为经典：你就算不在地上造反，也是准备在地下造反的。狼要吃小羊，怎么都能找到理由。周亚夫再也不存任何幻想，绝食5天，呕血而亡。陈寅恪先生有2句诗：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很适合拿来断章取义一下，来总结周亚夫的人生悲剧。史记记载周亚夫的事迹很有怪力乱神的色彩，说周亚夫终于应了算命先生的预言，虽然贵为调侯，却是饿死的。最后交代几句后话，周亚夫死后，封国也被撤销了。1年之后，朝廷才改封周勃的另一个儿子周坚为平曲侯，算是让周勃有后。而没了周亚夫这个障碍，汉景帝终于完成了给大舅哥王信封侯的心愿。在周亚夫呕血而死的这1年里，济阴王刘不识也过世了，他是梁莽刘武的儿子。上1年梁莽过世，梁国被一分为5，分给梁莽的5个儿子，刘不识受封为济阴王。刘不识没有继承人，所以随着他的身故，济阴国被收归朝廷，成为中央直辖的济阴郡。汉景帝后元年的大事件到此结束，我们下一讲再见。